指着在舞台上的他说他是通贼。到今天，我要告诉你的，已经不只是通贼，他根本就是共贼。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正告赖清德总统，请不要污染花莲，让花莲人能够好好的生活。整个国家已经乌烟瘴气了，请不要再把你的黑手伸到花莲过来。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小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县钟小平。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庆煌。吴哥好，大家好。好，那这个呢，到了礼拜五哦，那每一次到礼拜五的时候，大家知道，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都会有那各阵营之间的大造势，因为离时间只剩下22天，那周六、周日的时间不多。那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能够攫取所有支持者的目光，甚或在7月26的时候能够走进投开票所，能够投进那一票 ？OK， 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的。而现在看起来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这个礼拜国内整体的氛围来讲，当然还是不脱那蓝白阵营啊，跟绿营跟霸团之间相关的一些讯息。只是很遗憾的是，因为在这个礼拜一开始的时候，发生了彭振声副市长他夫人的憾事，而这整件事情对于整个国内来讲的话，除了对那个柯文哲金华城这个案件影响以外，国内政治的氛围啦或各方面，来庄家。这时候你看，包括开庭，因为柯文哲还是在一直开嘛，而这个开庭的过程跟整体国内的氛围来讲的话，你就会有什么影响？基本上现在只剩21天，我们到选举这21天就是最后冲刺的一个状况嘛。而这最后冲刺呢，要罢免的人开始环台大绕境，然后环台大绕境，今天开始，就在从花莲开始。明天呢，国民党要保卫的人呢，也开始号称要巡回的大造势，这个蓝绿之间，对不对？这个整个动员起来要最后吃的。可是呢，有一个呢，基本上本来没事的，他们现在呢，不只是插花，还要主导。这个主导什么呢？出草要有最强烈的情绪动员。什么样的情绪动员呢？就是仇恨司法。所以仇恨司法，你会看到，从黄国昌下了那个告民众白皮那个全党同志白皮那个书之后，下令那个出草动员令。那出草动员令仇恨司法呢？显然他们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激动情绪是他们的一个状况，而且以司法为核心目标。所以你会看到的是，虽然今天呢工程师也被逮到了，然后一对那个情侣也被逮到了，可是命在命还，这个情绪还在继续的渲染上去。而这一个情况里面呢，柯文哲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而且夫妻真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要柯文哲呢，在出庭的时候就开始直接呛啦，要把彭振声太太的笔录也要拿出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时候，他还是把彭振声这件事情不断的去升高那个，然后后面呢讲这段话之后还讲了一段，想要判我有罪就明说嘛。你们到底是要怎么样？是不是在执行上面？你们有证据吗？还是在执行上面的意志？他为什么讲这话？因为开庭是可以传出来的。传出来就是刺激你们，就是明明就是要判我有罪，你们就是在执行上面的意志，就已经在这个仇恨司法对于小草的一个动员，再继续的加温。然后再过来呢，陈佩琪又发了脸书，这发了脸书里面呢，金华城弄死的人还不够多吗？他其实也是在把整个彭振声太太的这个不幸拉高成为一个仇恨司法小草出草一个刺激情绪的一个动力。然后里面呢就讲了，死的人又不是你的家人，你们检察官呢，对不对？就是要害死，有人跟我讲，检察官就是要把他整死你的人。你看他其实这个情绪里面，他有针对事实在检视吗？没有了。因为最后21天，情绪激动最重要。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到整个情绪动作的时候，韩国瑜。整个国民党这边呢，因为实在是讲不出为什么要保卫国民党嘛，所以韩国瑜也跳进来了，跟黄国昌是同样的，说政治斗争，这个就已经定调叫政治斗争了。然后再过来呢，连是检调事务生的吴宗宪，也开始往这边说什么，跟北检很多检察官聊，他们都看不下去了，然后你就说你去查一查现在的北检的跟那个赖清德的关系，你去查查法务部长跟赖清德的关系。所以看到现在，其实在打这场战，本来只是一个罢免不罢免，立法院委员到底表现如何？现在民众党要插花，而且不止插花，他们在主导拉高的一个是仇恨司法，
但是这仇恨司法会给台湾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代价？对他们来讲，他们不管，因为7月26号票单上有没有他们的人 ？OK， 现在看起来的话，小平是如果这样讲，因为大家有讲说，包括民众党的黄昌主席，然后发了那个给民众党党员的那个公开信以后，那里头也提到了相关的这些，刚才创下讲这些事。对国民党来讲，包括韩国瑜院长，包括赵少康，他们也都提到了这些。你自己的感觉，觉得这件憾事在整体的国内政治氛围里面，你觉得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当然，媒体上也有报道，你有被出征吗？有啊。你出征很久了吧？1年多了吧？对了，但1年多前跟这个礼拜的氛围对你来讲的话，你个人有没有什么压力？这些？这个出征当然不太一样，因为这是白主导。好，然后黄国昌都出手了。那以前是因为这个柯粉出征，柯粉是被那个柯文的本就是羁押的，那情况不太一样。好，我讲大家都要跟21天以后的大罢免连接投票。我讲几个轴线大家都视而不见，没有把它解决掉。请问你，国民党现在不管真的或假的，不管你有没有亲共，这时候为什么我们的投票意愿高，而别人的投票的低，而别人高？这种第一个核心问题要解决是，就是你是不是能够辩驳你反共？到现在没有回应，这第一件事情。然后变成好像反共这些年轻人特别是都会区，为什么刘雪婷是重灾区？因为卢竹什么很多那种比较贫穷的，在那边买房、玫瑰付房贷的年轻族群，就年轻人要罢免国民党变成一种流行，这个没有解决，这是第一句话我讲的。第二句话，那现在的选举，那是不是要用一种深蓝的打法？当然也有人同情彭正生的太太彭正生等等甚至柯文哲，然后也有人他们出征要去杀检察官、杀法官。请问你，他没有说他要杀检察官、杀法官，那个他只是出征那个照片，命在命还，命在命还。对，好，命在好，不要说杀哈，更正一下。那请问你这些人有没有人讨厌检察官？有。那请问支持这些人要去命在命还的，在所有的投票大半里面是少数还是多数？绝对是少数嘛。台湾不可以变成墨西哥或是哥伦比亚，你知道那种毒枭国家嘛？就是我一直讲台湾大家一直很喜欢走偏锋。我一直讲，我算是比较中道的国民党。我一直讲一句话，其实很简单，8个字，台湾就讲完了政治，你知道，两岸叫维持现状，然后内政社会叫做富而好礼，就温和的、舒服的，然后这个日子过得好的，你知道这种人选举就像现在的蒋万，以前的马英九，就是以前的李庆安，就是那个以前的朱立伦，就是那样的形象的人，就是很多票嘛。就你懂我意思，就是对，小明现在是罢免呢。对，那罢免要走中道才不会被罢免掉。可是你们的人的热情怎么激得出来？如果照刚才创下的那个说法是，因为你刚讲怎么解决反共的这个不反共或是亲共要扣在国民党头上，你觉得要把这个论述先讲出来？对，但这个论述的铺陈可能要比较多的时间。对，但是如果在短期里面一条人命你要还这条人命，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因为现在感觉起来蓝营在打的那个所谓的司法控诉司法啦，所有这些，目前看起来是一个主轴。这个主轴会对你们来说要有用吗？我讲我个人主张，姑且讲一下，我支不支持要去把柯文哲起诉把他判刑？我完全支持，案子是我揭发的。但我也主张把他放出来。现在变成好像柯文哲是无罪不是蓝白合要这样打吗？好像柯文哲是冤枉的还有这个彭正生的太太的支持，我们遗憾，跟柯文哲是清白，跟连接大罢免，这好像搞在一起了。那请问蓝白现在是要把它搞在一起？我退一万步，我现在看起来很多人这样，有特别黄国昌那样操作。请问搞在一起，我也不谈，我也市侩一点啦，我也胳膊往内弯一点，只要没有被罢免到。又怎样嘛？当然道理我都已经退却道理了但问题是还是少数嘛，就是这个整个方向对保他们有好处吗？我是打一个问号重点是今天好，我就回到了彭正生辛苦了嘛，他夫人更辛苦嘛，那因为彭正生的官司才可能轻生，对不对？彭正生的官司谁造成他的官司？谁造成彭太太这么大的压力？当然是柯文哲嘛！当初你叫不要做，林清荣就不要做，他辞了副市长，你就爱做官嘛？那你也是使命必达，他的个性我知道，彭正生。然后他从头到尾3次便当会，第一次缺席，第二次缺席，第一次便当会定了什么要死的东西，你知道吗？叫做今天当初的公文是只能公对公，你所有的
这个都市计划变更容积一定要是都发局送给都委会，对吧？我不接受私人的顶阅，我不接受省进金，所以师对公 no。可师对公在第一次便当会确定说可以送进来，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第二次的这个便当会是不是彭正生依然缺席？定了什么？黄锦茂变 PM， 对不对？对吧？第三次他出席了，那定了，那他妥协了，变成彭正生是 PM。我简单讲，彭正生前面都是抗拒嘛，那后来实在是被的市长的压力而接受了，而也为虎作伥了嘛，你也犯法了嘛，只是后来事后态度好，把你从6年变成3年，对不对？不，大家要在节目上一定要讲道理。我再回到一个源头，这是不是个弊案？谁促成这个弊案的？柯文哲当然是最重要的角色，跟沈庆基嘛，当然是嘛。大家要在节目上一定要讲道理。我再回到一个源头，这是不是个弊案？谁促成这个弊案的？柯文哲当然是最重要的角色，跟沈庆基嘛，当然是嘛。小平，你知道现在的主旋律是蓝白合吗？对，你刚才的这一段的发言，符合现在蓝白合。我只是在讲，先讲政治层面，我们先不讲道理上谁对谁错，先不讲这个。以政治上的氛围来讲，你刚才的那段论述是蓝白合目前之下的主轴吗？对，我不是，如果不是主轴，但我认为我说的话，蓝白合我支持。可是要讲我这样的话，蓝白合会比较有票，立委比较不会被罢掉。我讲的不见得对，可是我认为我的主张是对的。你担不担心？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发生的，你担不担心有人讲，如果真的蓝白要合，总要有人有个交代吧？那蓝营有几个人，是不是应该出来对这个交代？点名几个人？吴峥会点名谁？这个如果我是激进愤怒的小草的话，一定点名2个人。第一个是游淑慧，第二个是钟小平。我要去看他们的什么社群里面有没有你们2个人的照片。小平，你担不担心这个问题？我不担心，你不担心，因为我们市议员的天职就是揭发弊案，这是超越党派的事情，我不担心。我有我的信念，我们运动员心智是很强大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勇者不惧是因为信念，信念是这个是最珍贵的东西，在搞政治。OK， 那现在好来，我觉得你也看到，包括其实蓝营里面有很多人，那也讲说，对，甚或把蓝营的所谓的有没有伪造文书案这些。跟现在的所有这些氛围全部都摆在一起，这些人有必要压成这个样吗？从黄旅，然后因为这两天，包括国民党中央主发会的副主委，那也被压，那他们讲有必要那种这样吗？然后你看看柯文哲那个案子，有必要造成彭正生家里面这种憾事吗？这些全部都摆在一起以后，对于现在整体的氛围，现在看起来，因为更不要说个别的一些可能要面临罢免案的一些立委，也会有一些人讲说，那要帮某些人发声啦，类似这些。你们会怎么看？我觉得现在整体的氛围就是蓝绿都要想办法冲投票率，就726投票率。那现在，所以国民党会着眼一个东西叫做基本盘了，因为大家首先第一个看的事情是说，你726全国24个霸区要投票，首先投票率可不可以过25%？没有过25%，什么都不用谈。所以大家会先想基本盘。所以民进党接下来你会看到我们有很多的活动，例如今天在花莲出发的这个全国大绕境，那接下来各地会办公民晚会，民进党会用我们基层动员的方式去处理这一块。那现在看起来，国民党可能一方面虽然本来大家觉得国民党基层组织是强的，但可能因为这一段时间太多各地党部去受到这种司法包含羁押啦，包含你涉入伪造文书案，很多人被抓进去，很多人被关，或很多人现在不敢动。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中央党部判断地方现在可能没有什么动员能量，所以决定要剑走偏锋。剑走偏锋就变成说，他们想要去抢小草这一块最激进的能量，但我会认为说这其实有点饮鸩止渴，因为国民党现在想要借小草事，想说，我把愤怒的小草都号召他们来挺我，这样子小草现在再怎么样，全国也有10%嘛，这10%的人，因为他们很愤怒，他们726当天一定会站出来，所以通通就会灌到我这边，我的基本盘就稳了。可是这个东西成立吗？因为我们看你看这个是林佩祥的脸书贴文嘛。林佩祥前面在讲说彭正生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个国家到底变怎么样？他结论是说好，所以7月26，请大家一定要投下不同意罢免。这个是国民党的战术嘛？我刚刚没有诠释错误，但问题是说这个事情做得到吗？我先提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国民党的算盘打得成吗？因为我们知道说小草其实现在情绪非常强烈的而且我们从过去
这个历来投票的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说柯文哲的支持率、小草的忠诚度很难完全转移到其他人身上。不论是过去柯文哲背书的候选人，或者是柯文哲自己出来选，我们看到柯文哲他的支持度最高峰是去年总统大选嘛，他拿26%的得票率。可是你现在看黄国昌主政的民众党政党制度也不到26%，大概16%，所以。就算是黄国昌来讲，也有10%的转换度，是没有办法完全转换柯文哲支持率。那你说现在，而且小草的情绪又被黄国昌鼓动到已经喊出命债命还，我已经要冲进北院、冲进北检找检察官算账了。你林佩祥在旁边讲一些不痛不痒的说，所以726来支持我。对小草来说，这个讯息是 get 到吗？我打第一个问题啊，这个转换率会成吗？那第二个事情是说。我觉得国民党要想一个事情，就是说你想要去拿这个最深白的选票，可是你同时间会不会因此流失了其他人的支持？我在讲的就是中间选民，因为我相信我们的观众都是这么常看政治新闻这么时间，知道说，其实对任何政党来说，如果你当你今天要拥抱极端派的势力，不论你说深蓝深绿的时候，你跟中间选民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冲突的。那现在问题是说，你看。现在小草的愤怒值已经是他们觉得说要所谓命战命还这种方式去质疑整个台湾的法律运作体系，不论是从法官，不论是从检察长到检察官，他们已经觉得几乎想要冲进去直接把人拖出来。你说这个包含最近国民党为了要迎合黄国昌，然后去支持法庭直播，就是。你说这一些中间选民，或是有法律系念出来的、有法界实务工作经验的，看到你国民党去拥抱这样的一个极端诉求，他们的感受会是什么呢？那你现在国民党为了要去这个迎合小草的诉求，直接去跟整个中华民国法界的体系开战，那这样子在选票上你真的会因此得利，或者说你整个形象会变好吗？我打上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要去想一个问题是说。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大家最后着眼点不只要看基本盘，要看中间选民的话，中间选民，我认为各行各业会有一个底线，就是你在过去这段时间也看得到这样的一个各行各业底线被触碰到的轨迹。例如说，当我们看艺文界陈玉珍去砍公视预算231要全部删除的时候，艺文界觉得底线被触碰到了，所以很多本来没有参到罢免运动里的人，本来没有站出来发声的人，他跳出来了。然后例如说这个叶霸老师，他本来是一个退休的老师，但是他看到国防经费被砍的时候，他站出来了。然后在这个你看王小弟导演。他本身过去家里也是有蓝营的背景，但是这一次像廖先祥去奚落这个萧美琴在捷克差点被追撞的事情的时候，王小弟也看不下去，他也站出来了。所以这些各行各业分散在不同领域的中间选民，他们或许本身没有一个既定支持的政党，可是他跟自己的经验相符，他跟自己的产业相符的时候，他会有所感觉。所以国民党现在为了要去抓这个小草极端的选票，然后去做这些很不理性的诉求，然后很不合理的事情，就像刚刚小平议员讲的嘛，你说金华城难道不是一个弊案吗？那现在国民党全部压上去，好像只要黄国昌放个屁都是香的。那这样的话，包含法界，包含这个全国念都市设计的这些专业的朋友，包含建筑师，甚至包含做房地产开发业的朋友，他们看到国民党全面去迎合这种少数的声音，他们心里是会觉得说，我更要把你留在立法院，还是觉得说啊，算了算了，好像看起来留不留你没差。我觉得这个事情国民党自己要去面对。现在看起来，上光。用字遣词，当然对于黄昌主席来讲，彭富理论上来讲，他毕竟是柯文哲市长那时候的副市长，所以发生憾事的时候，包括要派人陪同着啦，同时也要关心的陈佩琪的身心状况啦，这些都应该的这些事情。但是也许因为彭富跟白银之间的关系比较近，所以那个用字遣词对黄主席他们来讲非常非常的重，他用到最重，像这些，当一个国家号称要实现公平正义的司法体系。成为官逼民死的工具，韩国瑜也看不下去了。那陈佩琪夫人她是讲说，检察官就是想就是想害死你的人。那目前因为这个案死的人还不够多，继续整死人为乐吗？这些词平心而论非常非常重。国民党像朱立伦主席讲的就是检调人员的良心到底到哪里去了。那源自很多，包括彭富那时候嘶喊的这个吴家怎么会这样？所以刚刚吴真讲说，像譬如说林佩祥委员在脸书上面的时候，几乎蓝白阵营都会援引这些，而这一整波的这些的怒气，
接下来延烧下去的，你觉得会一路延烧到这个月底吗？一路这样子的延烧，在未来，吴峥刚讲，中间选民会怎么看待这一整波？因为现在决战不只是基本盘，包括中间选民，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一件事啊，就是说，当然彭埠的不幸夫人的不幸事件，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好像这一桩彭家不幸的事件的诠释权都在别人手上。民进党也在诠释，民众党也在诠释，然后国民党也在诠释，陈佩琪也在诠释，好像只要不是绿的都在诠释这个事件，那就让大家很好奇，诠释权不是应该是在家属手上？怎么会是在各政党急于的在诠释这个事情？那你诠释的过程当中，什么也出现什么以死明志啊等等的一些用词，那我就很好奇啊，诠释的人，请问你们认识彭正生吗？你们认识彭正生的家人吗？你们跟彭正生家族有深厚的关系吗？怎么会变成这些人在诠释？那这些人在努力诠释的过程当中，那就只有一件事嘛，政治嘛。就你把这件事情拿来作为一个政治上面的操作嘛，那大家的用词就越来越刺激，越来越挑情绪嘛，那挑情绪。当你挑这种情绪的话，就会产生一些，比如说啊，命在命还啊等等，你情绪挑嘛，那挑出情绪以后。结果很多人是碰一个就连接到7月26。挑出情绪以后，结果很多人是碰一个就连接到7月26。啊，7月26。你看黄国昌给党员的一封信，碰一个，最后也是7月26出来投不同意票。那你在庭上要把彭正生夫人的笔录什么光碟拿出来看一看，那这是什么用意？你讲这句话是什么用意？而质疑过检察官讯问上面的口吻啊，什么态度不好的没有，是陈佩琪而且陈佩琪好像应该是出庭3次吧，我没记错啊，被传3次吧。你为什么不是叫检察官或是法官拿陈佩琪的呢？为什么是拿彭正生夫人的呢？就是说，你整个在庭上面到庭外面，一个不幸事件，就拿来不断的做扩大的诠释跟操作。其实基本上，你不管是看似帮彭家说话，其实某种程度上。你还是在刺彭家的伤口嘛？我说有必要做这样的政治上操作吗？你看到说什么15个啊那个图片，15个什么检法官什么一大堆，但各位有没有回过头来看一看黄国昌给党员的一封信？他讲到青鸟什么肉收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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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发生这种事情。你黄国昌有没有出来说不要？你在骂别人，他马上切割，他说要好好办。对，你看，这种很奇怪的一件事嘛。然后你看当初北检怎么样？你们北检检察长，你们有北检受到指挥办案怎么样？哇，骂得好狠。出庭完以后啊，北检叫我出来外面不能说。奇怪，你怎么这么听北检的话？你们骂北检客气过吗？黄国昌骂北检客气过吗？不正讯问，我们要先公布。我们听了好几次，我们要先公布朱牙虎怎么样？北检骂的时候很狠了。出庭一次回来，这个检察官说不能说你不是去北检吗？你们对北检不是最质疑吗？出来怎么现在会听北检呢？而你又看到有很多的政治运作上面的矛盾性嘛，你们现在说好像号召。到北检去声援彭埠的时候，陆陆续续出来的卷证里面，彭埠都说是柯文哲交办。当初推假章，陈佩琪假章不
不是他盖的，那个我印象中好像应该是9月8号嘛，在济南路嘛，对，第一场大造势嘛，柯文哲完全不知情啊，假装都那个 PM 盖的，你又翻到那个完整起诉书里面，275页，你又看到了柯文哲跟陈志汉的赖，金华城容积率完全没有进过市长室，所以彭振声负责。这些东西一直出来的过程当中，我不晓得小草或是一些支持者这边要去声援彭富，然后一些出来的彭富说的都是柯文哲交办。我不晓得他们看完了以后会不会产生矛盾性，因为卷证陆续出来嘛。可是因为彭富发生憾事的那一天，有媒体拍在法庭外面嘶吼的那些词，你有听到吗？有那个过程什么，包括这个国家怎么会变这样，然后检察官要逼死类似这样的一些的词。那这些词，我相信对很多人，尤其是台湾人一定敦厚嘛。你只要听到那个词，谁心里面会不难过？这些，所以有很多你刚刚讲，譬如说小草或白银，有很多人拿这个就讲说，彭富为什么会讲这些？你看他说要叫律师把真相都说出来，所以显然有很多是我们大家不知道真相，可能都是被又扯出来的，就是包括是不是检调再过程，这个是用这个拉到什么不正讯问。现在看起来的话。像黄章荣主席他们的主轴一定就是这样子啊，这就是你说，大家最近在讨论一件事情，说彭富会不会翻供？对，请问彭富有说他要翻供吗？或是彭富的律师说他要翻供吗？他只是说，我现在没顾虑了，我全部都要说出来。对啊，对嘛？那全部说出来跟翻供，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吧？那翻供又是谁说的？好，现在大家又开始，有些政治人物里面什么就在帮彭富的这一段话又开始在做诠释。我先讲，你知道这一段话它延烧出来的，在未来虽然要等到判决，最后判决你说要到定验，而且我跟你讲，这个官司一定打到3审啦，好几年后。贪污治罪条例这么重的一个案子，如果判无罪，你是检方，你上不上诉？你肯定上诉。如果判有罪，被告上不上诉？肯定上诉，他一定会打到3审。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会有一个氛围，那个氛围就是我现在讲，有些人要行诉的氛围是彭富会不会要翻供？对，他如果翻供，这整个案子柯文哲是不是被冤枉了？如果是被冤枉，甚或过程有一些不正的事，当他是被冤枉，他如果被判无罪，你可以想象那个后面所延烧出来的。哇，那这个过程，那怎么会是要设计这么大一个司法大局，就是为了你，上公，你现在可以感受得出来那整个氛围吗？他们现在就是在透过彭富里面那一天情绪激动的话在做诠释，然后诠释的过程当中，把一些主观的或是有政治目的的用词就把它加上去嘛，所以有人是说，哇，彭富如果把实情都讲出来了，柯文哲会不会倒霉？那有人又说，如果彭富全部讲出来了，会不会厘清很多事情，柯文哲会没事啊？等等等等，这就变成一个大家对一段话彼此之间政治立场上面不同的诠释嘛，大家都是截取我想要的那一部分诠释嘛，但是问题是这件事情彭富所谓的我都要说出来，讲的是什么？它是一个问号，它是一个问号。那这一个问号，未来只有彭富亲自出庭跟辩护律师所说的为准嘛？那现在大家都急着诠释，因为什么急着诠释？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没有726投票，请问你大家会急着做这样的不断的诠释吗？不会，不会吧？不会吧？我们都相信就是这是一件憾事，对像彭家人致哀等等，就这样结束。我们今天会在这边讨论
什么翻供吗？什么遣词用词吗？什么情绪化，什么人命的问题啦，等等，越讲好像在挑情绪的事。今天说一句实在话，如果没有726，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么多人在诠释的时候，用政治以及他的利益在诠释这么多事吗？那上公刚刚已经讲出来说，因为彭副讲的话跟所谓的翻不翻够，因为有些人会直觉，就做这样连接。那上公讲他是不一样的。东豪来，司法老先生跑了这么久，这些事情，他对于第一个，单纯这个案子的影响以外，我刚讲那些事，他在法律案子影响完以后。它会出现很多政治上的一些的后续，这个是大家都跑了这么久，大家都知道可能出现的结果。你自己跑了这么久，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到现阶段的发展？上公刚讲另外一个啦，因为就是有一个726是压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各自在现在都出现很多这样解读。洪家的悲剧如果发生在投票前1个礼拜的话，那当然对国民党大大有利。因为情绪发酵。对霸团对民进党完全没有解释空间。事实上，这件事情因为是一个生命的悲剧，很难解释。但是这件事情很，我不晓得是上帝来摆的，它发生在3个礼拜之前，3到4个礼拜之间。你知道彭富太太的悲剧哈，因为我没有遇到过交保被告家属发生这种憾事。就我不晓得该怎么去讲他，因为彭正生，他就陷入住居了，然后我就不能知道说，或者我要去怎么去理解他的压力，他是出庭的压力，还是检察官有再去找他们家吗？如果今天有检察官再去找他们家，那意思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起诉后了嘛，主导权在法官手上，但我们不了解他一家的生活是什么，所以你根本无法判断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悲剧。然后这种事情我们也不敢多讲，因为对死者会不尊重。好，但是政治，尤其是因为有大罢免关系，一定被运用，他也一定讲白了，一定是就利用。对国民党来讲，国民党我只有2个人质疑过柯文哲，全国民党只有2个人质疑柯文哲啊。一个是小平啊，一个是游淑慧啊，其他跟我们同台的，你遇到过的这1年以来，不管是市议员或者立委，有人真正质疑过吗？或者在那时候侦办期间，是不是讲都尊重？那朱立伦不要讲，国民党党中央是一路声援啊，这个立场是很清楚，国民党的立场很清楚。好，那这个事情出来，当然，他就发酵，这个礼拜都在发酵这件事情嘛。那事实是什么？你也不能调查呀，因为他是意外死亡，没有任何调查的空间，你只能尊重家属，所以只能等彭正生什么时候想讲话。那国民党这个时候，他当然就拼命讲了。好，那你讲到这个时候，会不会产生效果？2个部分，对于原来的蓝白之间，能不能加深他的投票意愿？会。对罢团，我觉得影响不大。然后再过来一个很难判断的是中间选民。第一时间我觉得那个印象绝对不好。但是后来啊，这个对彭正生是2度伤害。第一时间我觉得那个印象绝对不好。但是后来啊，这个对彭正生是2度伤害，包括他那个干孙子那种事情出来，然后大直租房子的事情，你知道那个媒体就开始去挖嘛，彭家的事情。我不晓得中间选民看的会怎么样。对于已经决定立场的人，我想影响都不大。那因为现在我很
我觉得也没有人敢做这种民调。好，那回过来有一件事情，他不一定726之前来得及，我只能等啊。他也许823也可能。彭正生的侦讯有没有不当？法官最后要做出判定。因为是柯文哲律师提出来嘛，勘验光碟了嘛。那因为彭家发生了意外，后来没有再继续。可是法官一定看完嘛。这时候就要回过来一个很根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检察官如果是不当询问，这个证据能用吗？这个一定法官他最后会有一个决定出来嘛。那如果法官觉得他可以用，那有多少证据力？第二步嘛，第一个他有没有证据力嘛？如果我觉得还是可以用，他有多少证据力？第三个还是回过来等彭正生，只能等彭正生他要不要翻供？因为当初500万交保的时候，他是说他不会翻供，他认罪。所以彭正生当初去年12月那个交保的时候出来讲话，对柯文哲极度不利。那彭正生可不可以翻？当然可以翻，当然当事人都可以决定嘛。他会跟他的律师，他的律师一定会交换出一个对他最有利的意见嘛。所以有些东西你只能等，好，那我也只能等，但我等的是法官，因为我想看看法官怎么判断彭正生的整个侦讯过程，其实包括朱雅虎都可以，到底法官觉得那个有没有证据力，有没有不当取证？如果是不当取证的东西，你当然不能用，最后，因为黄国昌，你知道那个刚刚讲到那个命在命怀那个，因为我讲黄国昌第一时间是切割的 ，OK。黄国昌他不是讲说任何人都不能够做这样，也要循着正道的方式。那我为什么讲？因为黄国昌在第一时间因为彭太太的事情，他把检察官讲到什么程度？转到他们心里面一点都没有感觉嘛，一条人命。你知道那个用一个悲剧所带动的，再加上黄国昌自己前面所带动的，如果做这件事情的人是他们的粉丝，这个事情很怪啊。一个事实，11个检察官，后来连法官都搞上去，然后你那个泼红，不晓得是红漆还是什么，你要番茄酱还是什么？那个动作是一个标准的切香肠，图片是一个人找的，合成是一个人找的，泼红旗写这个命在命还的是另外一组，那一组在台中，这个很特别，怎么会一本来是合在一起看东西，切成3个动作，所以后面有没有人 ？OK， 那黄国昌第一时间去讲说，那要好好办，你自己带动了这个事情。你带动了那个情绪，你政治上你不用负责。不过，吴政，我可不可以先请问一下？现在整体的氛围，刚刚小平讲，大家也都说，其实因为蓝营最重要的一件事，一定希望在26号以前把他们的支持群的热情能够吹出来。对，那媒体上面也在讲说，包括他们的，因为他们的那个一定会去投票那个支持度，在民调里面都是比较偏低嘛。小平刚才也这样讲。你自己因为今天是等于罢团。整个刚讲护台大绕境从花莲开始，你们自己闻到的氛围，因为媒体上面也有讲说，包括蓝营自己评估，甚或媒体有讲说，罢团自己的评估的那个席次是不是有往下修一些？往下修的意思应该就是蓝营的支持度是有往上，你自己有感觉出来是这个样吗？你们未来透过这样一个不管是环台大绕境，赖主席不是讲说什么保台香灯脚要全部都要出来这些，你们自己怎么评估现在的状况？我不觉得现在罢免运动的气势有下降的，因为我觉得大家看到的应该是最近在媒体的版面上，新闻会呈现比较分歧。例如说我们刚刚讨论的，可能是彭副市长的案子，可能现在大家会回头去看金华城，可能会看柯文哲的律师讲了什么，然后就分散了一些罢免的版面。但是包含今天，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录影的当下了，其实罢团早上也在花莲市区走啊，你看那个太阳非常的大之毒辣之热，然后这么多人，然后还在
沿路这样扫街绕街，所以我觉得对全国这31区从1阶、2阶投入了将近1年的到现在的这一些所有参与过的志工霸团来讲，现在是等于是马拉松进入最后1公里、最后1里路、最后几百公尺冲刺阶段了。所以我们自己看到的是说，其实大家的那个冲刺的士气是越来越强了。这个东西不一定会直接完全反映在媒体的版面上，可是当大家去在这段最后20几天你说去巷弄里扫街，然后去游行，我觉得那个感动力量其实会逐渐传染出去。那国民党，我们刚刚讲说国民党要吹这个基本盘嘛，可是我真的觉得说，在最后这段时间，你把蓝白合这个东西强化到极致，对国民党立委来说，真的会比较安全吗？大家不要忘记哦，在去年的青鸟运动的时候，场外现在我们说啊，这个全国蓝委仇恨值最高的傅崐萁，可是当去年5月青鸟运动的时候，在场外这些青鸟们、这些公民们骂的最大声立委不是傅崐萁，是黄国昌哦，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我就讲一个例子就好了，就是国民党一直觉得说，哦，因为我现在国民党比较少年轻人支持者啊，小草很多年轻人，所以我只要挺小草，他们就会过来挺我。但我觉得国民党很像，你知道马在前面掉一个胡萝卜，他就一直往前跑。其实有时候前面是悬崖，前面不一定是终点。我就讲一个例子哦，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很多的这一些要来罢免蓝委的人，大家觉得一个事情最不能忍什么？你砍国防预算，这个是国民党一个死穴嘛。那朱立伦前2天说什么？朱立伦前2天说，我国民党在立法院只有砍国防预算46亿。可是根据国防部的数字，事实上实质是84亿。这个 gap 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朱立伦说46，然后但事实上我们真正国防预算被砍是84亿？朱立伦讲的46亿是在委员会审查阶段完成的时候只砍了46亿。换而言之，就是徐巧芯跟马文君有参与的删除，真正国民党自己完全是国民党主张要删的是46亿，因为这是国民党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去推的方向。那后来为什么变84亿？因为黄国昌提了一个3%的统3案，对不对？因为后来完全是黄国昌想到了一个统3案，说我们国防预算也来给他装备费、油料费、业务费通3%，成长数字才涨到84亿的。所以换而言之，朱立伦跟国民党立委有看清吗？你们现在背的仇恨值，或者说背的责任，很大一部分是来自黄国昌帮你们一砖一瓦加上去的。如果不是黄国昌主张要统3，不是你们傻傻的跟着黄国昌走，你至于现在被大家痛批痛恨到这个样子吗？因为我讲更直接点，黄国昌是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委员吗？不是嘛？他在外交国防委员会开过几次？有徐巧芯开会多吗？有马文君开会多吗？你们国民党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的本委都不觉得他要删的预算，黄国昌说要删，你们就跟他走了。那就到现在，很多人觉得说，好，你国民党砍国防，我不行，我一定要罢免你。所以这整个罢免运动这样来的。那国民党到现在这个最后一路还不看清，你们被黄国昌绑着走，他的仇恨值转嫁到你们身上，在最后阶段你们还选择要抱他抱更紧，觉得黄国昌可以救我，那我只能说，好吧，那Go yourself。可是现在国民党的委员有很多采取像岳元之，我知道元之那天在节目的时候，他现在好像也告得好，因为他们现在包括告罢团，包括告一些什么什么人都用这样，他连挂看板嘛，挂看板的工人听说都被告了，就有样用告的。那巧芯是这几天在媒体上面是因为在跟岳元之2个合体的时候，突然后面有一位是大姐嘛，就突然冒了一句大罢免大成功对对对对。现在蓝委针对这些事情，好像没有在国民党的朋友用词叫没有在温良恭俭让，就是直接干，所以才会那个徐巧芯就直接回头去，也跟他直接对了大概10秒吧。所以他们现在的策略就是没有再跟着我该打是要把自己的支持者全部都吹出来，用这样的方式吗？对，因为五哥讲的这个是徐巧芯，他前天陪叶元居去中正一告罢团嘛，那路边就有人经过，就大罢免大成功，徐巧芯就很激动，就像大罢免大失败啦，输不起啦，没有民主啦，选输了就翻桌啊，啪，别人讲一句，他大概讲了10句这个样子。所以那你看，这其实不是徐巧芯单一嘛，因为牛许婷最近也一直呛罢团就是垃圾，对不对？然后之前我们看到林佩祥，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可以这样讲啦，就是说国民党现在是就我们讲的一个方向是要拥抱基层，拥抱极端基本盘啦，想说我要吹出来先过这一关，那等于是现在有点压住了嘛，那到底你的这一些要召唤的基本教义派，这种看到你骂很爽，比中指看到你骂别人垃圾觉得很爽人，到底够不够25%？
可是好，我觉得这个事情7月26号出来就会见真章。可是我觉得国民党还是要想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你们现在都在看7月26号，可是7月26号之后呢？就是不论大罢免大成功，国民党是一个存续了至少100年的政党，那你的党的规划难道就要停在2025年吗？从现在全台一整片伪造文书，国民党到现在朱立伦还不面对，到这个激化选民事情，就国民党把自己越走越没有回头路。那假设啦，如果真的大罢免大失败了，国民党全赢了，我相信对国民党来说，他们觉得什么事都没有。那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假设大罢免真的大成功了，或者大罢免中成功呢？对，或者大罢免局部成功呢？就是说，你国民党挫败了，那你前面已经把最狠的话都讲完了，你们这些人都垃圾，你们要罢免我都垃圾啊，然后伪造文书那都没有，那都是那个司法迫害我这个抄名册是 OK 的，等等，你们把这些话都讲完了，然后都留在大家心中了。那假设最后选民真的用罢免票跟你 say no 了，那你到时候是要回来跟大家道歉，说我的话讲错了，都来不及，是没有回头路的。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下这一个赌局赌注真的很大，那你们自己要想清楚。OK， 来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面对面的现场。好，那整体来看，来清华，刚才讲到了这些案子，好，个案不论，可是因为这几天，因为彭富他夫人的这件憾事，有很多人把以前的东西也爬出来。对，可是整体社会的氛围，因为这些事情出现了更大的一些的变化或对立吗？那其实包括我这几天问的每一个政党，那包括政党的领袖。都针对了那个，就是刚刚讲那个检察官啊，还有那个法官那些照片，每个政党都出来严厉的谴责，包括你说那检察官系统啊，你说像建清啊这些，也都出来直接讲，因为这一块如果破的话，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可是它另外一个反映出来的是，整体社会的氛围真的受到这么大的一些的冲击或激化吗？社会的氛围在前几天是有受到冲击哦，要讲清楚哦，因为我觉得过去这3天大家那个气氛是慢慢的淡下来，它慢慢和缓下来的原因哦，当然跟说越来越多的事实，大家重新再复习一遍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一开始的冲击就没有那么大了。那所以要先谈清楚说过去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要分3个部分来讲。第一个部分哦，就是说政治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他们在干什么事情。然后第2个部分才会谈到说这个彭副市长哈，就彭正生的这个案子里面，他跟柯文哲之间翻供这件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第3个才讲到说，这其实是彭正生跟他家人，尤其彭太太，那已经是更外围的事情了哦。所以这件事情的他家庭发生什么事情，坦白说我不想深究很多啦。即便我们看了一些什么长照什么资料，但是那个坦白说跟本案是没有什么相关的。所以呢，这3块只要把它理清楚了，就可以把事情讲得很清楚。所以第一个是政治上要干什么事情，这个这样讲。如果不是因为遇到大罢免的状况，这整个新闻系呢，他们不会在这个时间呢，突然各方都直接往这个地方射进来，而且呢，我讲各方射进来，是因为有3组，你很明显大家方向是不太一致的，什么意思呢？对于这个国民党来讲啊，遇到大罢免呢，因为又没有骂民众党了，所以对国民党来讲，这个时间一定要讲话。而在这个时间呢，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大家共同的语言呢，就2个，第一个叫做司法，第2个叫绿色。因为执政党是民进党，所以叫绿色。然后第2个，现在他们同样都面对，一个是这个抄袭伪造联署的问题，然后一个呢，在司法上是柯文哲案的问题。所以在司法跟绿色2个，大家就有了交集的关键字。所以当你讲绿色、讲司法啊、讲司法迫害、绿色恐怖的时候，国民党也喊绿色恐怖、司法迫害的时候，这一组关键字在网络上流传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所以呢，国民党也讲他的，然后民众党也讲他的，但讲法不太一样。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讲，他就会跟着讲说，这个东西就是标准的司法迫害，这个东西就是绿色恐怖。可是然后对民众党来讲，除了也跟着讲绿色恐怖之外呢，他同样的顺便再多讲了一件事情，是说这个彭正生，你看彭正生的太太呢，就是现在民进党绿色执政之下的牺牲者、受害者。所以你看，这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本案哦，你去注意一件事哦，他们没有再跟你再重新再强调彭正生在本案里面的角色究竟是什么？其实民众党没有谈很多，民众党很单纯，就只告诉你说这个是绿色恐怖下的民主倒退。黄国昌还拿这个来开直播。
所以呢，他们谈的都是很高空的政治，他没有要跟你下到 detail 的这些起诉书的内容里面在讲什么。所以呢，在这一块，你把他政治动作看完了之后，你就知道国民党要什么，民众党要什么，还有要讲一个背后有没有共产党要什么。因为这里面很有趣哦，在民众党的社群里面呢，其实是有2种声音的哦，一种是谴责所谓的民进党跟谴责绿色恐怖，谴责说检察官你有没有压人取供的问题，即便你告诉这一些民众党的粉丝说彭正生已经出来，他已经交保了。还是有很多人，很多民众党支持者到目前为止认为彭正生人还在里面没出来，认为被压到现在，然后你还要花时间去，你看有很多人花时间去跟他们去对话，去解释说人已经出保了，人已经交保出来了，你要怎么去？然后他们还回问你说你怎么证明？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处于两边资讯上很明显有落差的状况。两边各自存在的这个资讯上是有 gap 有落差的。但是第二个要讲到回来彭正生这个案子本身，因为这个案子我们各位在当读书会的时候，整个从柯案开始到国民党的案子的读书会，大家都当很久的时间了。所以彭正生的案子，我就很好奇一件事啦，要翻供翻供这2个字，彭正生到底是要怎么翻供？各位有看过整个起诉书当过读书会成员的，你都会好奇要怎么翻供。首先，各位先看这一章。这一章我很单纯的整理这个3点出来，让大家直接看比较快。在这个部分你看这边写的很直接这边告诉你说彭正生本人他就直接讲说，其实是按照因为台北市政府跟金华城还有行政诉讼啦，所以按照台北市处理人民陈情案件的要点的话，是要把陈情案驳回去的，是要驳回去的。然后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呢，既然是要驳回去的话，怎么到后面竟然是会由彭正生经过都发局上签给柯文哲，然后送都委会研议？这件事情程序上不对你本来是要驳回的结果你反而是改成不驳回，改上签，然后叫柯文哲，然后再转送都委会。他说彭正生承认自己这样子是犯了图利罪的，但是他讲的这件事是柯文哲的问题，所以你看下面第2个部分，他说什么呢？他告彭正生向检察官认罪的时候表示，他跟应小薇便当会后交办这个案子下来，彭正生说，我认为要让他柯文哲负责任，所以才给他决刑。彭正生的意思是，我怕我这事情我要担责任，所以我让柯文哲来决刑，是柯文哲要负责任。那我就问你啦，这一句话彭正生翻供，彭正生的意思是说我担下来都跟柯文哲无关吗？他要怎么去翻供这一句话，我不懂啊。所以这几天讲翻供的，我觉得政治操作大于实质翻供的可能性啊。然后再来看第3点，第3个部分在这一块，彭正生向检察官也坦诚他坦诚本案都发局签呈上写不是都更，无法用都更奖励容积。彭正生承认这个部分是图利金华城公司，但是他另外强调，这案是柯文哲市长交办的，他只是把公文往上呈，让柯文哲做最后的裁决。那我就问一件事彭正生如果讲得这么直接的话，请问他这个地方要改翻供，他要改口供说都是我个人做的决策，柯文哲一切都不知情，他只是傻傻的批了我给他的公文，他要这样子讲吗？所以呢，这里面我就很好奇就他翻供的机会到底是有多少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到这么多公文资料，小草都没有跟你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民众党也没有跟你讨论这件事情甚至连这2天最新的那个大家的名词解释里面正在研究什么叫做当否，当否这2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很多我们一般人没有知道公文里面当否这2个字是什么意思，但是里面呢，彭正生这一则新闻里面是告诉你说，彭正生说有一个公文谈到金华城的案子里面都发局送文到柯文哲那边去的时候，有告诉他都有当否这2个字，那是什么东西呢？他说，本案经过金华城公司送陈情函到台北市政府所以我们都发局拟的这个提案单送都委会研议，所以我们签给市长当否意思就是说，市长你认为这样好吗？市长你认为这样可不可以？他在当否其实白话文讲是这样意思，然后请当否意思就是说，市长你决定。对，我想把它讲比较白话，就是市长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怎么样好吗？然后彭正生自己怎么翻译的呢？彭正生有自己跟检联也翻译过这一段话彭正生说，这当否2个字是柯文哲删掉的。柯文哲为什么要删掉呢？彭正生做了2个解释。第一个，他说当否这2个字问首长的意思呢，就是希望首长在里面可以去做决定。那把当否划掉，柯文哲就不用写可，或是写如你。然后对柯文哲来讲，这就变简单了。那是为什么变简单呢？彭正生第2段的解释这样说的。彭正生说，把当否划掉，
这个整个牵扯就是金华城案，都发局给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他没有问我要怎么下决定，而是金华城就告诉我说，本案就按照金华城的陈情案就这样子帮他们过关，所以呢，当佛你就不要问我，他就把它给划掉了。彭正生连这一段话都拿出来，然后告诉检察官那我请问彭正生这段话要怎么翻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彭正生案子里面，我觉得他要翻供的几率很低，而且最重要的是，那翻案他翻供几率很低的情况之下，还要特别去谈说他可能要翻供，他可能要翻供。那这在操作什么？我来补充一下，公文是这样子的，公文不是只有彭正生签了，副市长拿市长签了，不是，公文是一个体系，好不好？是从承办员，然后都发局、都委会，然后这个整个这样上来，所以传了多少人？传了当时的都发局长，那以前的都发局长，甚至传了林清荣等等，就是一个系统100-200的案子，是很多人签的，不是一个副市长就可以翻。就你下面也有巩固你副市长的发言，副市长巩固市长的发言，对，有公务员要从金字塔来看，所以没有什么翻供的问题啦，我觉得啦。对，那我最后讲一句话，就翻供几率这么低，为什么一直要这几天要讲翻供？很简单，他们就是一直要操作2个目的嘛。第一个，拿翻供当政治语言，然后在这几天在声量上面大肆炒作。第二个，讲说翻供因为他要强调说有翻供彭正生肯翻供，表示柯文哲可能是无辜的。就要制造这个效果而已嘛。但是为什么要制造这个效果？他就是希望这些小草对柯文哲依然抱有期待，他在声量上面就会吸引来更多注意，对民众党跟对黄国昌来讲，他们当然是最好的在从中的收割获益者嘛。OK，接下来要为各位观众介绍的是，那又要扛立法院，又要扛我们节目收视，然后每一次来的那个时间都不定的立法委员林俊宪，来欢迎俊宪。我今天至少还可以来。对，现在立法院不是讲那4100亿跟那个1万块钱那件事情，1万块那件事情，好像是蓝白好像对于18000，那份是没有表决，对不对？没有表决。本来在议程内预计今天要表决，但国民党要自己把它抽走。那不晓得国民党的想法，也有可能是要等下个礼拜台美的关税谈判。现在当然国民党可能心里面想说，一定谈判不顺利。谈判不顺利的话，对国家的经济的伤害有多少？到时候再拿出来。但反正普发1万基本上就是讨好选民。这是大罢免产生的啦。OK， 就是希望你们领到钱的时候不要忘记这千万不要出来投出来投不同意啦。OK， 出来投不同意。那俊宪委直接请教一下，因为刚才前面大家在聊的这是整体这1个礼拜的氛围。对，包括社会的氛围，因为很遗憾是因为这个礼拜有发生那个彭副市长他夫人念憾事，所以这整体上面，刚才大家聊到这些氛围，包括实质上对未来整体国内的一些的影响，这些你在这个过程中也看到，包括黄国昌主席，包括国民党朱立伦主席，尤其黄国昌主席用字遣词非常重，那整体上看起来的话，你觉得对于国内来讲的话，不敢讲说是要把它扯到大罢免或者这些。你觉得对国内整体的政治上会有什么影响？第一个，现在对付大罢免突然间发生这样一个事情，国民党就一定把它当成这个是一个他可以来操作甚至扭转的一个机会，这必然嘛。国民党什么时候这么支持彭正生？而且关于这个金华城案，就是最原始的告发人，打死柯 P 的第一人就是小平啊。钟小平还好，今天在现场，所以小平对这个来龙去脉非常清楚嘛，对不对？那彭正生就是说那个公文刚才你有提到公文嘛，这个其实副长就可以觉醒了，对不对？这个副长也可以不必给市长签的，但他为什么给柯 P 签？因为他怕坐牢。对，他说这个是你指示的，对，是你叫我干的，所以你也要一起负责任。否则啦，光一个容积率的调整都要给市长签，那市长不签死了？台北市有多少容积率必这样调整？这种事情，如果以层级觉醒，根本也可以不必到市长了，完全不用到市长，完全不用。他签了130个案子，那个都委会的案子，彭正生公务副市长，只有一个案子到只有一个，就是金华县，好不好？好，你看，果然是打死柯 P 的。你为什么这时候要去接他的话？不是我不管什么蓝绿。我就讲说彭正生可怜，我在你的节目会帮他讲个话，他前面是抵死不从，
甚至应小薇带着这个陈清金到那个都委会不顺利，前面都不顺利，去拍桌子骂人。一个政府的法治可以被践踏成这样子，动辄100亿的，什么人可以进都委会啊？议员都在外面呢，议员都不能进呢。关心的案子，然后可以这样施压，议员施压，然后那应小薇配合柯文哲这样弄，这样好吗？台北市是不是都委会议员不能进去哦？当然不能进去。对，你去查一下那个沈静晶第一次到都委会去跟那个应小薇报告的时候，上面签名签了好几个议员。他们，我跟你讲了，到了实质审查的时候，我们不相关议员不能进去的啦，真的不能进去了。我忍不住在采访，因为黄国他们很喜欢，我想都不敢想去。我真的很希望有机会看到有一幕，到底那个是怎么样子，就是柯文哲坐着。应小薇在旁边指着台北市都发局的骂了5分钟，然后我想知道应小薇的声量跟用词是不是像外界形容的那样子？那个声量到底有多大？有没有比检察官那个女检察官的声量大？柯文哲坐在旁边，看着应小薇指着台北市的都发局的官员。那个当时是录影的。OK， 来，建伟，对，就是这个案子。为什么彭振声要特别要你柯文哲负责？这很清楚嘛，他也觉得这不是他敢做的嘛。否则如果每一个容积率调整都送给市长签，那还得了？那市长不签翻呐？这个是很一般的事情而已嘛，就容积率调高调低嘛。所以彭振声的口供，他基本上叙述也是这样子啦，只是。这像我们民进党，我们也都看不懂嘛，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案子到底怎么样嘛。就是因为小平开始，不要再强调他了。你才刚来就强调他2次。就小平议员开始告发以后，然后游淑慧议员就补充很多资料嘛。然后我们就看原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才慢慢的稍微看到。一开始没有人要报他，说刚好我们报的时候有人报是这样子。2017就开始追这个事，苗博雅。那另外一个当事人是民众党嘛？那民众党相对的一再强调，这柯文哲完全不知道。那另外一个当事人是民众党嘛？那民众党相对的一再强调，这柯文哲完全不知道。那盖假章是那个彭振声盖的。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这个事情最高层级就是市长跟副市长。所以市长一等功是一嘛，我唔知嘛，副市长一等功我啦，市长给我做的，市长管的嘛。所以不是他就是他嘛。那怎么现在民众党全党突然间就开始帮彭振声讲话？那因为发生这个不幸的事件嘛，所以这个不幸的事件以后，就把它转为政治化嘛。国民党要的就是希望。因为这个因为毕竟出了人命嘛，这样的不幸事件转化为看社会氛围会不会讨厌民进党，就会挡下大罢免嘛。那蓝白当然算盘也是这样子嘛，借由这样的悲情，因为台湾社会很善良啊，发生这种人自杀的事件，大家就会同情嘛，就可怜你嘛，然后如果在这时候再煽风点火再煽动一下，就很可能就帮大罢免解围。但是我们小平议员还是有讲了良心话。他说这个一码归一码，他说你不要把它连接到726去了，因为人情归人情嘛，法律归法律嘛，对不对？我欣赏钟小平议员，就是也是有原因的。那这个确实是，这个就是重点啦。而且这个案子现在正在法律审判当中嘛。那国民党你为什么动不动就甩到大罢免去？而且小草出征，现在都出征小平嘛，钟小平嘛。这次游淑慧比较严重。知道。不晓得为什么仇恨值，因为他有还嘴，我不理他。有谁？游淑慧比较严重。他有反驳，他就继续加码弄他。对。但小平就比较低调嘛。我知道，你就说好了，抱歉了，你就不用理他嘛。我说不然要你怎样？负荆请罪，滚钉床嘛。所以我知道小平的那个无奈了，对不对？因为你是个议员啊，你是台北市议员，台北市政府出了这么重大弊案，台北市议员可以不讲话吗？那国民党的议员
提出来，那国民党不支持自己的议员，而且这个案子后来真的也发展到法院起诉，对不对？也起诉了，你这么多的证据出来了，你要了解哦，这个彭正生不是说这个合法哦，他现在是不是他现在有说他合法吗？没有，他说起调给我走，但是彭正生也认为这个是违法的事情啊，所以他的律师的辩解的方向，这个大律师在这里嘛，因为我们是讲以这合法嘞，柯文哲也不是说他合法了，柯文哲他说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地方犯法了，他意思是说就算有违法，也是彭正生弄的了，柯文哲甩锅是甩给都委会，甩给彭正生，所以那当事人都不知道。OK， 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有什么不法的地方，也跟他柯文哲无关。他讲的是这样子，也不敢完全的帮这个事情来做保证。我补一句啊，不是只有金华城，比如说张思刚就是市北科，对不对？就是我简单讲，一蓝绿白的比例。由议长戴其清来主持成立专案调查小组，有市北科，有这个对，有北农改建，有金华城，有4、5个，然后台智光都一等比，那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市议会里面成立的，而且非常公允的，不是我跟游淑慧对金华城怎样，这刚好游淑慧大家选他手啊热血当那个金华城召集人，所以那是一个整个跨党派的。你不能用拒谏法讲到这个事的时候，彭真的太太过世，然后谁拿钟小平怎样，游淑慧怎样，那是个整体看。对不起，4、5个案子都跟柯文哲有关，好不好？我这个大家同意吧？不是只有一个金华城，那是整个议会动起来了，不分党派开始来成立各个调查小组，这个要讲清楚。OK， 整体来看的话，那这个礼拜的这样一些的氛围，对国内我一讲说对国内政治的氛围啦，或各方面，当然一定会有人把它跟7月26一个大罢免会不会也连结在一起去做考虑，或想到这些，或者氛围上会不会有一些的联动影响，一定会有人讨论这一块。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创下，因为今天刚刚前面吴镇有讲说，今天护国大绕境在花莲开嘛，大家也看到刚才旁边的那些的画面。今天这样起跑，那包括蓝白阵营，不管是在台北各方面，那几乎每一天个别委员的活动以外，周六周日都有大型的这样一些活动，包括像这个礼拜。国民党4都里面就有3都的首长，然后媒体上也有报道说，像卢秀燕跟黄吴昌在台中也有合体的看板，类似这些，所以各阵营现在已经到了不只是巷战了，大概都已经打到犬牙交错成这个样子。目前媒体上各自有评估，所以罢团真的有觉得那个氛围可能会，媒体上面说是不是大概4席，是这样吗？基本上呢是今天有个媒体嘛，而这个媒体过去通常我知道是对于这个罢团是比较支持态度的媒体。OK， 说罢团算大概已经不是现在讲到一直往上走，现在只剩4席，比较有把握。而且这4席里面呢，台北市本来都认为仇恨值高的，通通都被排除了，然后只剩4席。那这个消息出来，当然了，你知道从21天来讲，选举上这叫告急，就是当大家都告急牌就告急，21天就是告急了，就是但是要发酵啊，通常是2个礼拜10到15天，是有点早，但是策略上叫告急，这个是你说这个这是对的，这是逻辑告急牌，但是告急牌打的有点早是为什么这么早？其实确实，刚刚我们谈了这么多了嘛，他们其实我跟他们谈过，他们是有点焦虑，因为最近这1个多礼拜下交流道。现在不是大家都冲吗？可是下交流道了啊！前一段时间在谈的是你们的赖老师开讲，对不对？赖老师开讲，话题就是下交流道了嘛。然后下交流道，然后现在是彭正生，然后现在是民众党，全部变成仇恨司法。而这个是下交流道。而下交流道之后，确实现在要冲过去，因为他们不是只是说同意罢免多于不同意罢免，他们还要过25%的门槛。然后这个门槛对他们来讲，其实那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就是另外一个方就怕，但是想说你2阶段都打到这么漂亮了嘛，那叫紧绷脸。紧绷的时候那样子会出来投的人，你说130%、160%，那叫紧绷那个叫做积极的。所以现在变成基本盘回来，基本盘里面同意罢免的人是显性，但是过去不同意罢免的人，从民调里面，国民党那边都是隐性，但是因为赖老师开讲。因为现在鼓动仇恨司法，现在那些蓝营的基本盘，确实慢慢有些人开始变成是显性，所以确实就有一个压力。但是另外一个状况呢，
为什么让民进党之后还是有实习啊什么的？因为他们现在要启动嘛，然后有启动，民进党也不能承认赖老师讲的有什么问题嘛，赖老师讲的好啊，要多讲啊，对不对？所以他们还是说实习。可是你要回来的时候，另外一个真正担忧是什么？其实选举怕到最后，尤其是这种选举，最怕的是什么？中间选民嫌脏，就是离水里面，大家看到你就一直下交流道，嫌脏之后，中间选民是一向很清高的啊，这么脏我不要去，乌龟和鳖在打架，我不要卷入。所以其实现在的状况是，如果投票率低于45%嘞，你是不是能够过25的门槛？所以其实现在你看到就是整个氛围不是像想象的，就是好像一路吹过拉朽。因为对罢台来讲，他们是很辛苦，但是他们也感受到紧绷，但是紧绷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下交流道，而且越下越远。OK， 接下来要问的就是民间田野特殊民调调查员上工有，请问一下，民间田野特殊民调，观众大概应该也都懂，现在整体的状况氛围，因为不会演。国民党的朋友都讲说，他们觉得好了，他说因为1阶2阶，他们根本啥事儿都不能做嘛。但是到了3阶，总是他们的人就被立在那个地方了嘛，他们也可以去跟支持者现在去讲说要不要出来投啊，不同意啊这些。当然罢团在过程当中，现在也跟民党等于说正式当赖主席讲说要全部跟公民同席的时候，他们可以把他们的力量也全部灌进去。那你现在的民间特殊田野调查，觉得现在状况怎么样？听到的是向下修哦，最高是那个时候是大概多少？最高大概有听过10席，然后有8席7平嘛。8大7平。现在8大7平现在又往下修了，平又往下修了嘛。那平有听到的是平已经变5了，往下修了，等于修了2席嘛，7平变5平嘛。OK， 那当然。我们说这种特殊性的民调会随着这个大家的参与积极程度跟双方阵营里面犯错的频率去做修正嘛。好，频率去做修正。那当然，我们赖老师还有6讲还没讲，好，那6讲之后会不会还有变化？不知道了啊。那因为炎炎夏日嘛，一谈50分钟，大家都只听重点嘛，然后重点都是从报纸上看，或是媒体里面抓出来的那10秒钟，大家的重点嘛，它就会变成一个我们当初在想说罢免有没有实体的敌人嘛，因为罢免你没有实体的对手嘛，所以大家在抓稻草人嘛，当稻草人走出来变真人的时候。那相对可能力道就好打一点。张峰，请问一下，有人讲说这场打到后面各自宣传的重点会变成反共 versus 反赖，所谓反赖就是反绿啦，就是把讨厌民进党讲传统的选举术语，这边就是讨厌民进党或者讨厌赖清德，那边就是护台，然后包括反共保台。对，未来真的就是这样打了吗？我觉得未来可能性是这个方向应该不会有什么疑虑的啦，不会有什么疑虑的。其实最近不是你看到那个中选会把大家的罢免理由书跟那个答辩书出来嘛，然后你就看到很多人都有被提到跟中共这一段嘛。当然你看到答辩理由书这一段完全不答辩嘛，大家都不答辩嘛，好，你就可以很清楚看到，罢团里面所提出来的理由里面反那个跟亲中这一块啦等等，那你看到答辩的时候呢，都不对那一段答辩，那为什么你不对那一段答辩？他们也知道敏感嘛，也知道敏感嘛，所以走抗中啊等等这一条路。我相信走到7月26号这一个护国的啦、罢团啦、民进党这一条路线应该是不会滑放了。那未来还有20几天嘛，那个另类的民调开，因为它不受10天限制，所以它开到最后1个礼拜，最后前1天都可以。因为可是我们不能讲啊，我们不能讲啊，它另类民调嘛，不能讲哦。你看，提醒一下，7月16号那一天开始。
就不能有数字，另类民调也不能讲啊。7月16开始，你讲数字会害五哥他们被罚钱。哦，所以那个另类民调也不能讲啊。当然了，你到嘉义的天桥下去讲，好吧。你到嘉义的天桥下去讲，说书嘛，对，可是刚才讲好，你说不管是传统的民调，你说大家考这些叫另类民调这些，小贝，你们自己内部，我是看媒体上面报道说，蓝营自己有估状况也比较好，也是讲说什么好像只有3+1比较，可是刚才前面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国民党现在面临到一个问题，不管你说那个联署有没有涉及到伪造这些事情，国民党要不要道歉，这个先不管。可是你们毕竟有很多党部确实是被侦办，那还有几个是还没起诉，还在办。而对你们来说，党部真的现在，尤其像北部几个，你说台北党部也被到现在黄旅还被压嘛，对不对？台北党部、新北党部，然后桃园党部，然后包括台中党部，打仗本来党部在真正选战的过程就应该是很重要的后勤支援。包括你说布局摆阵啊什么，大概党部都要扮演这些角色。那你们现在怎么打？我们现在但有些党工归队，可是最常见的哈，还在市党部的哈，台北市就2个，一个是公有，一个是阿关，阿关就是那个黄立群的私人秘书啦。真的，我讲现况，真的。那加上党中央最重要的选动部部长小毕。就是那个副主委了啦，主发会副主委，副主委好几个，就是刚被收押，真的大是副主委比较大，选动部主任那个才真的大，才是要害。选举动员部，你说他是选举动员部，没有，那已经合并2024，但是他合并之前，他好像在那边待了10几年、20年。对，他选举动员部他有多重要？徐宇珍都靠他，他有多重要？选动部啊。主发会选举动员一句话讲完，4个字讲完了吧？选举动员嘛，动员啊，对，选动员嘛，他监督所有的县市长、县市主委嘛，就这么简单，传达徐宇珍的命令嘛，这重不重要？好，这第一个，第二个，那我也曾经被提名过嘛，所有被提名都接到小毕的电话，明天中常会，大家来拉手提名你了，这是小毕干的事，好不好？所以小毕不在了，是被民进党搞死，把他收押，我们国民党真的很惨，原来小毕已经搞了，在主发会搞20-30年嘛，对不对？小毕谁提拔的？那个以前那个赖什么那个教授，就以前李登辉的女婿赖国洲，在当青年部的头的时候，他更年轻嘛，把他拉进来，那真的很久。对的，从青年部又到了主发会，小毕很厉害一个人，很能干。好，那小毕现在已经没有上下连贯，就是小毕，你知道吗？而且徐宇珍比较不熟党务，徐宇珍是主委嘛，可他是不分区这样来的，他也不是长久待在那边。好，所以好，再回到面对现实嘛，不管党中央这样，所以现在很简单，朱立伦下个命令，所有的党团扛起县市党部，所以就李明贤当书记长，是戴喜清不是办7月5号，所以就是议会党团去把党部取代，然后由议会党团来。7月5号的那一场执行就是李明贤要负责的，戴喜清加李明贤啦，议长加那个书记长就这么简单了，还动员。那我们都要去，而且也议长也下了动员令哈，年底要交的这个10万块职务捐，赶快交一交。现在立委需要用钱，办活动也要钱。那奇怪了，现在党工吃什么？大家会对不对？会问一下。因为黄旅有留一笔钱下来，还没用完。OK， 所以现在这个很重要，选在这个粮草是重要的哈。那所以呢，那我再讲几句话就好了。拜托，我在节目上呼吁一下我们蓝军啊，就有些俄语就坏啊，就反赖世宝就坏啊。李博毅年轻嘛，老干新知嘛，反正这个被罢掉还有李博毅错了。我跟你讲，这次如果被罢掉。补选也不见得国民党赢，不要吹牛。要赢就赢，要赢一起赢，要输一起输。我在节目下一定要讲。你说3阶输了也不要想，你不要以为世界第一，少吹牛啦。所以民进党会放些俄语啊，还有人嘛？哎呀，深蓝有，我跟你讲，费鸿泰搞不好回来选什么，每个都要保住。我跟你讲，谁回来选，谁不回来选。我跟你讲，3、4难度，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这叫命运共同体，好不好？所以蓝军的仇恨值要降低。因为每个区平均有10几%蓝军要罢台北市的蓝委，这个一定要变成0，才有下一步。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OK， 那个感受，张工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真的像那个，因为
每一次俊秀委员都会讲，哎呀，那个谁被罢掉，那谁只要坐在他对面，他就说，那这优秀的哪一位就可以讲这个话。对，这些耳语真的对于在地方上，对于现在要面临罢免这些委员，会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吗？严重哦，那个太严重了，当然会有一些影响因为你现在罢免的时候，你要吹基本盘出来，当然了，对啊。当你基本盘已经放弃，你在期待下一个蓝营的人，你要怎么去吹那个基本盘的情绪呢？蓝营的人真的会听下这样的话？有些会，真的没有，我也有听过这样的话。哦，有，我也有听过有些我也是听人家里面有啊，你也有听到哇？不能说都是我讲，你不是听人家讲，你就是讲的那个人。可是我朋友是听你讲的。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我昨天陪那个就是罢团哦，在那个文山罢免赖士葆那一区啦，就文山退保那一区，我昨天陪他们去就接扫，那陪他们从这个新隆路，然后跟辛亥路口的全联，然后一路走，经过万芳医院，然后走到新隆社区去。那新隆社区的选民结构，小平就知道了啊，就往那个新隆社区上去，一个上坡，往那个上坡上去。那新隆社区的那边那个，你就看他贴的啊，就是这个过年的时候贴的春联就知道了。好，上面有蛮多李博义的。李博义。好，那你知道我们到那一边，你们又要害李博义。然后我们就一路跟着这样上去，然后经过那个，因为垃圾车来的时候大家都停下来嘛。那他们罢团昨天10几个志工就拿着，反正就是罢免的标语嘛，然后在做宣讲。然后呢，在做宣讲的时候呢，这个有民众呢，这个当然还是有遇到有这个骂人的民众啦。可是呢，其实多数的状况是有民众是来比赞的，然后也有民众呢是主动送苹果西打过来的，这昨天有遇到了。然后也有遇到民众是过来很友善的打招呼的，所以出现在这个新隆社区的状况哦。然后我还特别走到附近去看一下那个就是春联哦，到底是谁挂谁的比较多，因为那个指标意义蛮强的，会挂哪一个政治人物通常都是比较友善的。那一区真的还蛮多人是挂李博义的，所以呢，到底李博义效应会不会出现在赖士葆那一边呢？这个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值得观察的。我们不要这样害。今天选举我们都知道，如果我有10票。我去选举，这10票会投给我。但陈东豪要选举，不干我的选举的时候，我要这10票投给陈东豪，不会100%，一定打折，不会100%，不会100%哦。那如果上一夫没有帮我打电话的话，他的10票可能只有3票出来。好，随便。好，我只是举个例，你不要太认真。我也只是举个例子啊，让我们两个举例比较不会影响到当事人。然后你要知道，你去问一些过去长期支持蓝营的人，就所谓的大概知识蓝那一类的人，你去问他们哦，他们的有很多人是说啊，选举干嘛又要罢免啊？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啊？怎么样？然后听到就说啊，你自己回头看立法院国民党搞的，就一句话，唉，不投票，不投票，当然，他也对大罢免是有意见的。但是你很多人在跟他说明说，你看国会的运作的时候怎么样，提到了几个人说，你看傅昆萁啊怎么样，讲完就叹一口气就不讲话。OK， 所以你说会不会形成一种伤害的效应？对国民当然会啊，你只要铺出来个10%，10%，那是一个多恐怖的数字啊！就挂掉了。那是一个多恐怖的数字啊！所以你说有没有人私底下在说，尤其是深蓝的，其实有很多地区在说的是没关系，我不投，他也不会去投同意，我不投，但选举我们再回来投，就下一个，我就碰过好几个是3票是玩跳棋，拜托不要玩跳棋，3不投就没有4。我就碰过好几个是不投，但补选他们会出来投。OK， 好。可是刚刚来宾所讲那个，我要帮李博伟讲，因为李博伟每次坐在这个地方，只要听到那个俊宪委员说你们讲这个，他就一定会说没有，我一支持赖士葆啊，要不然就我一支持罗智强，他就会讲这句话。OK。很多话是从你这开始的。来，俊宪委员，你因为台南这次，因为你们那些要罢绿委的都没有过嘛 ，OK， 这要2块3块这些事，可是看起来民进党跟罢团之间合作，像你也没有闲着，你有组一个就民主人生长团这些，那你们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帮罢团把整个这个火跟这个热情一路往下，因为还有20几天。
那个时候大家就在讲说，这20几天对于霸团或对民进党要怎么样去能够延续下这些，那你们这样之间的合作未来怎么走？就第一个，我们是以霸团为主，所以我成立的台南队类的助选团，或者是我们一些名人名嘴的助讲团、宣讲团，基本上都是被动，就是说，我们可以帮忙，然后我们等的就是霸团会主动邀。OK。像清华那一天就很多人开始邀他了，他发现在我们里面，对不对？就开始有人跟我们联络，那我们就请东豪啦，东豪也是啊，东豪现在也是有很多霸团会主动邀他去。OK。所以你刚看的那个，就是说你去，那个是赖士堡的地方嘛？文山区，对，而且是去比较深蓝的区域，新农社区了。你看到很多支持李博义议员的支持者嘛，上面挂贺年的蛮多，下面指名李博义的。对，李博义当然是一定支持赖士堡了，但是他的支持者就不一定了，对不对？因为每个人的支持者可能会不一样。李博义的支持者也害怕赖士堡会选到90几岁啊，这是人性。你要讲话，这是人性问题。干脆讲人类算了，这是人性问题。赖士堡不会再选了，下次的。这是人性的问题嘛。你说1阶2阶也不知道状况，那当然下面的议员不会有过多的联想。那你现在看起来民调那么高，对不对？比如说现在。刚上公讲的那个什么地下民调，原本是10地下民调，另类民调，另类民调原本是罢10席，现在变成罢掉4席嘛。但不管是罢10席或者罢4席，里面都有叶元之嘛，对不对？很遗憾，里面都有叶元之。那你说你在叶元之那一区的人，你会怎么想？对，马上准备起来，对不？侯友宜也要准备一下，对不对？我听说连桃园市张善政市长可能都要准备一下，我听说，因为他负责反罢免嘛，那就可能大罢免输了，那个补选是多久的时间？大家知道吗？3个月内，3个月内可能2个多月就选了，10月以前了。等罢掉了再来说，不像没算我好算你们。对，民进党说霸团先行，不是嘴巴讲的，那所有的霸团大概都征询过了。这就要有这样的准备嘛。但是确实啦，因为这次参与大罢免的盘大于民进党，不是同意大罢免都支持民进党，民进党没有那么厉害啦。民进党说霸团先行，不是嘴巴讲的，那所有的霸团大概都征询过了，这就要有这样的准备嘛。但是确实啦，因为这次参与大罢免的盘大于民进党，不是同意大罢免都支持民进党，民进党没有那么厉害啦，所以里面确实有一些就是反共的啦。所以我忍不住要称赞一下小平议员嘛，他最早喊反共了，国民党内他就没人理他了，他的声音就是非主流了，要不然今天怎么会有大罢免？大罢免以反共为主轴，不是民进党定的啦，他们一开始就是定，现在不是罢蓝委，是在罢共匪，对不对？罢免投同意，反共更有利嘛，这东西罢团的一个主轴嘛。那句话不是你讲的吗？是哦。但这个确实是现在很多罢团都共用的一个口号。好，那这些就是所谓的浅蓝或者是中间选民，他们心里想的一定是现在这个国民党立委不好了，我把它换掉，对不对？那你说补选他会调民进党吗？那可不一定，所以我才说现在的大罢免盘是大于民进党，那里面一定会有这种人，就像刚那个上公义夫也提到嘛，那我可能补选他可能又回去投给国民党嘛，所以民进党现在为什么说霸团先行也是这样子嘛？那赖主席就下令，通通不能提人选，不讲人选嘛，不讨论人选嘛。你如果有那种想要布置选立委的，我就不提名你嘛。但希望也就是说能够凝聚最大的一个，就是能够在跨越民进党的盘，因为可能面对的就是补选。OK， 不管有几席嘛，或10席或4席嘛，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国民党应付大罢免，他说降低仇恨值，其实仇恨值有2种，一种
是就霸团跟你嘛，你跟社会反对你的人之间，一种是你党内的仇恨值，你要了解啊，那些目前认为可能最被罢掉的，不是他跟霸团之间而已啊，是他本来在国民党内仇恨值都很高的，就党内的人都不喜欢他的啦。你注意看那几个最危险的。OK。那为什么他的党内人缘不好？党内仇恨值高，那更不关民进党的事。那准备接替他的人有没有？那铁定有啊，对不对？你说徐小清对费鸿泰没有留下一点仇恨吗？那这让我扣留。费鸿泰那地方也经营很久，对不对？我觉得费鸿泰他是最资深的财政委员会的委员呢。像费鸿泰那个上一步就不敢说他是什么素质很差的国民党立委，对不对？你是要害我吗？他球就给你哦。我经常引用上一步的话，这届的国民党立委是有史以来素质最差的。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一阶、二阶？连数到100%、150%、160%，这个民进党都没那个能力。OK， 可是，如果真的讲，因为刚才前面在讲到所有的主轴，这一次本来不关白银的事，但看起来现在白银的忧患意识也非常重，也会觉得，当然这样讲，如果国民党被拔掉太多，白银八喜感觉上就变得根本一点举足轻重的力量都没有。那包括最近发生一些事情，所以你看到台中这一区在媒体上讲，卢秀燕跟黄昌那个反霸的看板出现，所以也就表示国民党在很多的地方真的蓝白这些，那在台中这个看板一出来以后，主轴定调就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台中叫做蓝白示范区，好不好？上一次台中国民党能够当选那么漂亮，就是因为白色选票，所以就会看到这个看板就要挂起来了，好不好？你像罗廷伟，你对罗廷伟当立委的印象是什么？打架，他有没有给你其他印象？没有吧？你对这个廖伟翔的印象是什么？台中星光三月的那个直播嘛，直播现场嘛，那他的问政你有印象吗？其实还有一个啦，就是讲清泉岗，那是黄建豪，那是黄建豪，黄建豪怎么没有赶快挂起来？好，一定要挂黄国昌，因为现在不能挂柯文哲，这个一定要的。好，挂这个，当然你说因为上一次是蓝白合嘛，其实还不只是这个样子，就是你经过1年以来以后，蓝白之间它有一些变化。你要知道，因为像美丽岛他们刚做那个民调嘛，他每一次都固定问一题啊，就是说你对这个国民党是好感还是反感嘛？你对台湾民众党是好感反感的？那国民党有多喜欢台湾民众党？就是他表态的时候说我是国民党支持者，他愿意表态哦。快一半，47.3。那国民党有没有人对民众党有反感的？也有，28.7。你知道47.3快一半，那民众党对国民党呢，也不算差，36。因为像美丽岛他们刚做那个民调嘛，他每一次都固定问一题啊，就是说你对这个国民党是好感还是反感嘛？你对台湾民众党是好感反感的？那国民党有多喜欢台湾民众党？就是他表态的时候说我是国民党支持者，他愿意表态哦，快一半，47.3。那国民党有没有人对民众党有反感的？也有，28.7。你知道47.3快一半，那民众党对国民党呢，也不算差，36。可是民众党对国民党的反感是多少？你知道吗？40。所以这个时候挂人头这件事情才能催票。OK， 那这个是最后的绝招。其实这种大罢免到最后，民进党也好或者罢团也好，最后一定是打危机牌。危机会不仅是基本的出席率，还会因为有危机感，你才会去拉票。那国民党现在呢，也要打危机牌。所以他会讲说，他也在喊要保卫民主。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白色选票。只要上一次的白色选票只能够再出来一个8、9成，对国民党相对就有利很多。OK，
所以最后就是叫你看到这就叫什么？开始催票了。OK， 来，小编最后30秒，剩22天，有什么呼吁？第一个哈，我在一直重复讲啊，就是不要再上媒体，不上媒体就是最好的事，就是时间。你说这些委员要面临到任何委员，你也不要去考虑什么热战、冷战25%。小牛他们有3个人今天又开记者会了。你看李彦秀比较乖巧，仇恨值就下降。就是危险就是少多了，就是其实李彦秀操就是对的，就深耕基层，跟邱美莎做朋友，大家一起动员，对不对？邱美莎吗？新闻有出来，邱美莎帮他动员，好不好？他们现在是好朋友，他们双输，好不好？好姐妹，双输就是一个女在一个猪的，对，跟另外一个很谐音梗，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蛮成功的一个示范区。我说南港内湖哈。然后呢，当然要看大环境。最后我们也要留一手是什么？除了仇恨值降低，除了这个我们归队以外，川普会对我们下什么毒手？我们在密切观察。真的，这个罢免哪里只是小阿美他们，只是郡县他们到民进党，还可能到美国政府，这就是大灾问。还有22天，十分漫长，见招拆招。OK， 来，君伟，最后30秒。第一个，因为我在立法院我知道了，有些国民党立委真的是难怪会引起那么大的仇恨。可是我也担心，尤其在双北了国民党还是有一些那个优秀的年轻议员，等这些人上来以后，这个国民党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样新的状况像李明显像林涛你说他的支持者，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是吗？那国民党现在又在讲，所以我自己心里有矛盾我希望现在的罢掉，又担心国民党是下面上来的那会不会有我这个心情？会不会是国民党的支持有没有我类似这种心情？对不对？你这些旧的站住了，你不换掉他行吗？然后这些国民党立委又有2种状况有的是有基层的，你知道民意代表有分2种，有一种就根本就是靠形象、靠空战所以你如果是靠空战的，然后党内仇恨值高了，这个危险性就高，这个绝对会罢掉，但国民党现在离20几天，但国民党突然间这几天开始都在讲什么地方转危为安，这个是有没有？那转危为安，那意思是什么？大家可以不用去投票，所以选举这个是很难做宣传的，那罢团现在说，游思想要掉下来，会不会士气打击？也不会，大家有危机感。那国民党说现在原本列为极度危险的，现在越来越少了，剩下叶元之等少数几个，那你这意思呢？对不对，小编？那现在你党中央的态度到底是呼吁大家很危险，还是说要呼吁危险，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那比较重要。他现在讲的意思是，越来越看好了，国民党好像快要走出现在情势。对大罢免，国民党危机感是一直要操作到越来越解除了。对啊，当然是 OK。未来到底会怎么样？那过20几天以后，当然呢一翻两瞪眼。只是在这过程当中，剩下的这些天，尤其像到了明天、后天，每碰到周末、周日以后，那各阵营会用出什么样一招？怎么样能够真的攫取选民的心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见面，我们下周见，拜拜。